之前4次去南极运气都还不错，但是谁能保证第5次去依然有好运气呢？紧张中带着好奇，焦虑中带着期盼。打开南极这个大盲盒，它能给采风超级摄影团团员带来什么样好玩和难忘的经历？放马过来，我拭目以待。南极的海滩就是这样，全是石头，一个一个全是石头。但是你再多迈一步，就到雪里了。你干什么呢？看那小黑点了吗？一窝。今儿来着了，给大家看一眼啊，南极最大的陆生物，别错眼珠啊！就你看我伸脚底下这小水坑了没有？这东西叫什么呀？叫南极摇纹，是南极大陆原生的陆生的生物啊，因为它没有其他，南极这地方没有其他什么陆生的生物，这玩意儿是南极本土最大的生物。搞不懂你这些搞生物的，看见这蚊子它给高兴的，乐得不行了。我们这些外行就喜欢看个儿大的，越大越好。大马毛问环球堡东一角西一角，我们现在是在南极半岛，蓝天雪山企鹅，咱们1年1度的南极之行精彩继续。Check this out. 你看我身后这道缝没有？本来我还说想现在拿相机，后来下来根本就没必要。我们现在把船尝试的停在这儿，然后呢就在这个冰盖上，往里边一插，然后就出来巨大的一道裂缝，一直消失在你的视线里边。我靠，南极冰盖上一道缝啊！而且这个画面里边除了这道缝什么都没有，没见过这么干净的画面。啥也不说了，我操，啥也不说了，这就是我今年的桌面了。南极这片大陆属于全人类，所以我决定把这张照片也免费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正好喜欢的话，请评论、点赞、转发本期的节目，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谢谢。南极可走出北极的感觉了，北极那边不是就是冰海里边破冰走吗？你看，哦，你看像松松的，像雪一样，对不对？
海冰是比咱们河的那个冰要松，其实相当于它下的雪，然后落在海面上，然后跟海水然后冻在一起形成的海冰，不像咱们想象中那冰似的嘎吱嘎吱嘎吱的那种。哎，我给你看看破开的冰面，你看一下就蹭开的那种。哇，这是自己裂开的，看。哦 ，That's deep。哇，而且下边都是水。我现在，哇，我现在踩在冰上，这感觉太神奇了。海冰，那旁边都是冰。啊天哪 ！The snow quite deep. Yes, yeah. All right. And underneath it just Ice. ice shell. Yeah. 哇！ But if you could not go too far. 我特想采访一下从新加坡来的朋友，哈哈，你们见过这么大的雪吗？好像没有哎。哎，什么感觉？还行。你们也没有下去。我觉得是好像来到不是人间的地方了。你上面是不是噼噼啪啪的？知道什么声音吗？冰里边被 trap 的那空气，被压缩的空气释放出来，非常非常小，就像那个香槟酒一样。海里漂浮的这些冰川冰块发出像气泡香槟一样的声音，其实好像就像在预示着我们这次一定会遇上幸运的事儿一样，只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罢了。看见我刚才在身后游过的企鹅吗？哇！看那些小家伙们。这都是战士，看见没有？喜欢拍照的人都是战士。以前来的时候运气还算不错，就是都是晴天呐，但是从来没有说在雪里拍过。那让我想起来当时在北极的时候下雪哈。就我试试用这个长焦的压缩感，能够拍出这个风雪的样子来。跟我后边这个摄影师，我们两个人谁也看不见取景器，我们两个都在这说蒙着拍啊！我说我给你个曝光的参数的参考吧，他说我在拍照片，得了，我这 S-Log， 你别跟人捣乱了，我们俩曝光完全不一样。傻逼了，拍着拍着，两个企鹅冲我过来了。按照规定，我得躲开它5米，只能把相机搁在那儿，然后我这人往后退。但是这俩大爷不走了，千万别刮风啊！这相机刮倒了，那完蛋套。
如果南极半岛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场景，那利马水道的日落绝对是我推荐的前3名。但想完全的目睹它，位置、时间、天气、海况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幸运是我们这些游客唯一的筹码。这场景太漂亮了，而且漂得特别不真实。跟你说，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在这儿的话，还是属于嘻嘻哈哈，哎，有点云在太阳出点阳光。这么说，因为今天我们预报就是整个一天全是大阴天，而且会下雪。没想到，在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天空给我一个这样金灿灿的这个日落，真的啊，就是特别不真实。就眼前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然后。雪从刚才是种灰色，然后一下就变成那个超级那个白，然后带着一个阳光下晒上蓝光。然后刚才我在那个海里边飘回一个特别蓝的就像那个蓝月亮洁厕灵一样的那种冰川那个冰块，哇塞的，就是一只手完全不够用，只能取舍，真的只能取舍。说实话，我觉得用相机拍照都有点浪费，就是因为用相机。除非你用 HDR 还能看出一点点现场我看到的感觉以外，否则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影像设备能够代替我现在眼看的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不可能有。我操，不是吧？这么一大块冰山我们就生撞过来吗？是这样啊，利马水道那个东西呢，虽然它不长，但是非常非常窄。就是一般的探险队，基本上一看门口啊，里边都是冰，然后就走了，在家门口看看照片走了。我来了2次，2次都是，一个是夕阳日落，在太阳日落的那个完美的时间段冲过那个水道，这次是中间都是冰，咔咔咔咔，生生从冰里边挤过去了。我操，这帮人太疯了，真是太疯了！我就爱跟这帮人出来玩，大家都美疯了，我天哪！又一次看到了利马水道的日落，被老天爷眷顾的感觉真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是我给所有来南极旅行的人送上一句话。哈苏不能白买啊！来，你拍照，然后我给你拍一个照。哪怕再精打细算挑选良辰吉日，不如平时的好人品积攒的这几天的好天气来的实在。可能因为南极杂人少，老天爷更容易显灵吧。感谢团员们从世界各地带来的好人品，跟你们在一块儿，我特开心。这帮朋友们准备今天在南极露营，一个个兴奋的不行啊！我自己是去不了了，重感冒，然后嗓子已经开始发炎了。这样明天在这睡宿啊，明天直接就得埋了啊！他们现在所露营的地方呢，是在南极半岛专门选的一地方。要是这帮人运气也是真好，你看今天外边这天气，你看外边这个景色，真的，要不是我这是身体情况不行，我真是想去啊！哇，那边还有半岛海燕从这个镜面的湖面掠过。哦，那远处就是看看海天一色的那个南极半岛，太爽了！队长亲自接他们来了啊！拜拜啊！拜拜啊！好好玩啊！拜拜。踏踏实实在船上睡觉不好吗？S B 来目送他们啊，目送们。Alright guys, have fun. 不得不说，在游轮上的日子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一天7顿饭，吃得饱，睡得香，洗澡水又热又冲，卫生间干净舒适。今年好巧不巧得了个重感冒，让自己侥幸躲开了这个没苦硬吃的经历。但是，第二天早上居然有一只企鹅好奇地走到他们的营地，在里边转了一圈，让我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后悔。现在我们是在海滨里边穿行。这几年其实气温包括环境变化还是挺大的。南极你看我们都12月份了，在这边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根本不是下雪，就是相当于雨夹雪这种。这以前他们在这边工作过时间长的，超过10年的那些探险队员说，以前南极半岛从来是不下雨的，肯定是雪。我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是非常非常明显。你看那个海冰，在上面露的话只是一小点儿，然后呢，下边海下就是蓝蓝的那种，就是冰川的冰。我们现在把冲锋艇稍微靠近一点，然后让大家能把自己运动相机插进去，看谁家防水好。今天我们运气也挺好的，来的地方，这个区域以有风有浪著称，但是这次居然只有我们平平静静的在这儿。你看我们现在就想，然后从这边穿过去，然后前面冰上有几个阿德利企鹅。巡游的时候，你能找到一些特别好的角度去拍摄，因为你可以把身体姿势趴得非常低，贴着水面去拍，而且那个企鹅有时候会跳到冰面上，很好看，很好看。这角度太好了。看我们身后这个水一点波纹都没有，然后我们的冲锋艇碰到水面上任何一个小冰，都像觉得像搁浅一样。哇，这大冰块，就如果你要看是一大冰块的话，你基本上是推不动的。这一小冰块撞上之后，你就觉得像撞上一个桶装水一样。我们现在找这边钻过去的路，前面那块还有一个海豹，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近它，在冰上睡觉。我觉得我又办了一特傻逼的事儿。刚才在船上，问我带什么镜头，我说这儿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就别再长焦了。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一只帝企鹅，活活的打脸。我这辈子没见过帝企鹅，然后就算是那些定。就算是那些探险队员，身后探险队员，也干了好多年才见过仨。我现在
就在离第七河，也就是20米远的地方。一只第七河和2个岸的第七河趴在冰面上。我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这是唯一一次机会看第七河这种自拍啊。包治百病，一出来看这些东西，什么灾耳病啊，身上不舒服的完全没有。太爽了，太爽了！你看灰色那个海面上，就是那个鲸鱼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因为今天没有风，所以鲸特别的清楚。你看，就在前面，灰灰的那个后背露出来了。哎，哈苏就摁了3张照片，广角。16毫米拍鲸鱼，吹牛逼呢！我操，就可以吹尾巴里，画面里边尾巴这么大。普及一个小知识：天气阴的话，磷虾它会往水面上走，因为磷虾它不许太亮的地方。这个时候，它的捕食者也就是鲸鱼也会到表面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来南极旅行，坐了飞机，坐游轮，坐完游轮坐冲锋艇，总之耳边永远都有发动机的轰鸣。但是有一种交通方式可以把你置身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噪音干扰的环境里，您听到的只是鸟飞翔和鸣叫的声音，还有冰块碰撞的声音，风声，还有浪花拍打礁石和冰山，还有远处冰架爆裂跌落的轰鸣。我们蜷缩在皮划艇小小的驾驶舱里边，负距离接触南极。就是我脑子里边会闪过一特别傻的想法：活着太累，但是死了呢又太亏。会融掉吗？这就是刚刚拍完冰山之后，每个人都在忙什么呢？忙啥嘞？暗中交易。我的妈呀，这有截胡的，截胡，截胡的，截胡。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对半天。叫什么？最开心的不是拍到东西，而是从别人抓不到拿到东西。跟人特别不客气，就是拿来吧你，什么你的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来，你看，你这有问题。不是，来骚气，哎呀，骚气，好，骚气。注意一下啊，这些设备啊，大家能叫得出名字来吗？大家都能叫得出名字来吗？特别的晒器材的情节啊，就是所有的设备搁的，还不是所有的。哎，我们就是说现在去吃饭，想做一个游戏，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呢，大家记住都有什么相机，然后呢，吃完饭回来，我们会拿走其中一个相机，然后再把这个像搓麻将一样搓烂，然后看是哪个相机被拿走了。几个人，现在应该这是我们这次旅行发明的2个词儿，别人拍了好照片，然后拿手机过去，给我一张数字舔狗。一拿着手之后，饭店不是人 ，AirDrop 渣男。好了。现在这个视频收到手了，可以当渣男了。他没有切的，我有平面的。真漂亮。上一个航程蓝天白云，说实话，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凭什么呀？人家蓝天白云，日出日落，夕阳好看，但我们这儿全是阴天。但是阴天就有这个，你根本就可遇不可求的这种水墨画的南极，黑白色的南极，渐变色的南极，怎么样？
人品，拼的是人品。哎，就是什么，雷霆雨露皆是天。南极就这么个地方，只要不刮风就是好天气。其实今天我来南极的时候还有点紧张，说今年已经是第5次拍摄啊，我今天拍什么呀？企鹅、蓝天，这些冰山，这些该看的都给大家看过了，但是发现自己真是想多了。南极这地方，你能够给你的惊喜，可以说是无穷无尽。你看啊，咱们旅行地方有分成3种，第一种呢就是你今天去完一次之后呢，你再去一次，几乎变化不大。比如啊，像埃及，对吧？就是看博物馆，看过一次呢，再去的还是那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些地方，是它有动物，比如像肯尼亚。虽然地理地貌环境一样，但是野生动物的行为每次都有新鲜的，每次都有好玩的。这有新鲜，能一次一次再去。这次看到跟下次又不一样。但是南极除了丰富的鸟类、丰富的野生动物以外，它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就是天气，然后还有海况、冰山等等。所以你看，野生动物再加上这个天气，这2个组合加起来，可以说是南极的给你呈现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来了这么多次还想来啊，很多人都是来了南极之后还想来第2次。不到南极呢，不觉得自己时间少；不到南极，不觉得自己兜里钱不高。还想再来啊，还能再来。南极采风摄影团，2025年11月，咱们继续出发。想来的朋友可以报名了啊。